大家好，我是小印，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你是否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市面上会出现这么多的浏览器，而且都经营得非常好？它们有哪些区别呢？我们应该怎么选用它？今天我将为大家罗列市面上最常见的7款浏览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让你轻松选对自己适合的浏览器。在开始之前，我想知道你们使用的是哪款浏览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首先，我们来看看系统自带的 i 级浏览器。微软在2022年停用 IE 后，爱姐便以 IE 浏览器的替代品被内置在 Win10 和 Win11 操作系统中。爱姐使用了多线程下载技术，它的下载速度非常快，甚至比谷歌的 Chrome 还快 112%。相比其他浏览器，爱姐对电池使用方面也进行了很多优化。你在用笔记本上网或者看视频的时候，电量能用更久。爱级浏览器和谷歌 Chrome 浏览器在底层技术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基于 Chrome 架构，所以爱级的插件库不但自带了很多好用的插件，还能够与 Chrome 兼容，并允许用户直接安装使用 Chrome 的一些插件，比如这个广告插件。安装后可以帮你把那些假的 Steam、Foodplay 等安装包链接全部屏蔽。你甚至可以在浏览器中将搜索引擎从 Bing切换到搜索结果质量更高的谷歌引擎。在服务上，爱姐无缝集成了微软套件的所有功能，比如 Word、Excel、PPT 等 Office 全家桶。你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访问和编辑文件，而且还是免费的。用户还可以将文件存储在云服务器上，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在电脑、手机或者平板设备上访问这些文件。不过，也正是因为安装了非常多的软件程序、插件和文件编辑脚本，导致 Edge 运行时占用了大量的计算机内存，有时候会影响电脑的整体性能。如果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或者经常需要下载大量文件或远程使用 Office 全家桶， Edg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谷歌 Chrome 是为开发者打造的一款浏览器，它内置了强大的开发者工具，按快捷键 F12 就能实时查看和调试网页代码。对前端开发者来说，这是一个必备的工具。截至2024年3月， Chrome 在全球浏览器市场中占据了 65% 的份额，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款浏览器。 Chrome 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喜欢，最大原因是因为提供的搜索结果是最准确、最相关的。而在网页兼容方面，相比其他浏览器， Chrome 几乎支持所有 HTML5 标准，对 HTML 的兼容性也是最强的。这是一段 HTML 测试代码，用了最新的网页样式开发接口。我们用 Chrome 打开看看效果，在 Chrome 上能正常展示。再看看火狐的效果，火狐这里则提示了浏览器不支持这个样式的调用，而且 Chrome 拥有的插件也是最多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插件来屏蔽网页上的广告。这个插件可以帮助你检查英语拼写和语法等。和微软集成 Office 全家桶一样，谷歌也在 Chrome 中集成了自家的地图、邮箱、云存储、文档等应用。但是它不会像 Edge 那样在运行时占用过多的计算机内存。遗憾的是，谷歌是一家广告公司，所以它会通过用户的行为来收集数据，以此来分析用户需求，推送相关广告。很多人放弃 Chrome 的最大原因是，它会与很多第三方机构合作，收集大量的用户隐私数据，这也导致了在有些国家需要使用科学上网才能体验全部功能。总的来说，如果你是程序员，或者需要使用谷歌生态系统，或喜欢研究各种插件， Chrome 一定会成为你的装机必备浏览器。火狐是一款完全开源的浏览器，几乎没有广告行为。有趣的是，火狐虽然是由 Mozilla 开发，但其背后最大的资金来源是谷歌。不过不用担心你的隐私数据会被谷歌收集，因为火狐使用的是 Gecko 引擎，而不是谷歌的 Chrome 引擎。Gecko 引擎非常注重用户隐私，在你浏览网页时，它会自动阻止所有用户信息追踪和网络安全威胁。
而且火狐的隐私保护设置也非常详细，你可以选择阻止所有第三方 cookie、加密 DNS 请求等。目前市面上很多浏览器都已经放弃了对 Win7 系统版本的支持，导致 Win7 在性能和隐私安全方面就容易产生漏洞。但是由于火狐默认会阻止 cookie， 且使用 DNS 加密，再次确保你的浏览记录和个人信息不会被缓存和追踪。和谷歌一样，火狐同样拥有丰富的插件库，你可以安装各种额外功能的工具，比如广告拦截器、密码管理器，甚至是可以改变浏览器外观的主题插件。这个插件库提供了数千款免费的功能插件，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浏览器功能。但是火狐几乎做不到开箱即用，想要让它达到最佳的隐私效果，还需要对它做一系列的设置。而且如果网页使用了复杂的动画效果或大型视频，火狐在加载速度方面的表现不如 Chrome 迅速。有些网站在火狐浏览器上的兼容性也不如基于 Chrome 引擎的 Chrome 和 Edge。如果你的系统比较老旧，或者你非常注重隐私，再或者你希望找一个 Chrome 浏览器的平替，火狐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和火狐一样开源的还有一款 Brave 浏览器，也是由 Mozilla 的联合创始人布兰登·艾奇创建。艾奇不仅是 JavaScript 编程语言的创造者，也是开源浏览器火狐背后的主要开发人员。Brave 的初衷是解决现代浏览器中普遍存在的隐私和广告问题，所以 Brave 有2大卖点。最大卖点就是它内置的隐私保护和广告拦截功能，可以阻止网站跟踪用户行为，并移除弹窗、强制性插播等侵入式广告。还有就是用户可以通过观看 Brave 浏览器内的广告赚取加密货币。Brave 非常注重用户隐私，内置了很多隐私保护措施，比如你在浏览网站时，你的数据都是加密传输的。Brave 默认内置广告拦截器，还可以阻止大部分广告和追踪器，比如有些视频需要付费会员才能跳过广告，使用 Brave 打开就可以跳过广告直接观看，体验 VIP 待遇。这里能看到拦截的跟踪器和广告。由于没有任何推荐， Brave 的首页风格看起来特别干净整洁。由于广告和追踪器被屏蔽， Brave 的网页加载速度也比其他浏览器更快，尤其是在新闻和博客等这种内容丰富的网站上表现更加明显。用户还可以通过观看广告来赚取加密货币，用这些代币兑换成现金或礼品卡，带来额外的收益。Brave 和 Edge、Chrome 一样，都是基于 Chrome 内核，支持大部分 Chrome 插件，你可以随意扩展浏览器功能。不过，虽然 Brave 兼容大部分 Chrome 插件，但是有些网站因为广告拦截功能导致无法正常显示，或有些功能无法使用，用户需要手动调整设置。所以，如果你希望找一款保护隐私且运行速度快的浏览器，或者你对加密货币感兴趣，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 Brave 浏览器。如果你希望在互联网上完全隐形，那一定要试一下 Tor 浏览器。最初 Tor 是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并用于保护政府通信的，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免费并且开源的绿色软件项目，无需安装就能使用，受到了全球各地的用户追捧，尤其是那些对隐私保护要求极高的用户。Tor 就像它的名字洋葱一样，你的数据会被层层加密，每一层都是一个中继服务器。当你打开网页时， Tor 会使用它特有的洋葱路由技术，将所有数据加密，并通过多个 Tor 中继节点传输和重新分发。这样你会发现，为了打开小破站，你环游了整个世界，然后再转回来。即便你没有 VPN， 也可以科学上网，任何人都无法跟踪你的真实 IP 地址和访问的目标网站，让你在互联网世界中行走，无声无息，不留痕迹。如果你浏览的网站比较特殊，有防火墙或者其他限制，比如像暗网这种不被普通搜索引擎收录的网站，那就只能选择通过 Tor 访问。
而且 Tor 默认会阻止第三方追踪器和广告，同时它也会清除每次浏览绘画后的 cookie 和历史记录，防止用户信息泄露。但是由于数据需要通过多个节点传输，在浏览包含大量图片或视频的网页时， Tor 的加载速度会比较慢。一些网站会因为担心 Tor 用户滥用信息而屏蔽阻止 Tor 访问，或禁用一些功能。有些国家甚至会禁止使用 Tor 浏览器。而且如果你想要让 Tor 达到最佳的隐私保护效果，还需要做比较多的配置和设置。所以如果你对隐私方面有极致的要求，或需要访问受限制的内容，特别是对于记者以及生活在高审查国家的用户，那么 Tor 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你只是关心隐私，也可以考虑使用火狐或 Brave， 它们也有隐私保护功能，但没有使用洋葱路由技术。Opera GX 是一款专门为游戏玩家设计的浏览器，提供了非常多游戏玩家的需求优化选项。比如 Opera GX 内置的 GX 控制台可以直接设置网络宽带、内存和 CPU 的使用限制，确保浏览器不会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从而保证游戏的流畅运行。Opera GX 自身提供了非常多的免费游戏。是的，你没听错，你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玩各种免费游戏，完全不需要下载任何额外的应用程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平台游戏的发布日期以及已经发布的游戏，这里还汇集了最新的免费游戏、优惠推荐、新闻和即将发布的游戏，随时掌握一切关于游戏的最新动态。用户还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登录并查看Twitch直播，不用额外安装这些应用。Opera GX 还有一个超酷的功能，叫做 GX 音效和 GX 音乐。当我们打开新标签、点击按钮或做其他操作时，会听到特定的音效，感觉就像在玩游戏一样。在打开浏览器时，还会自动播放背景音乐，也就是视频中现在播放的这个背景音乐。如果你不需要音效时，还可以在设置中把它关闭。与其他浏览器不同， Opera GX 的界面设计灵感来自于赛博朋克风格。如果你是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玩家，这款浏览器界面一定会让你倍感亲切。点击右上角更多操作图标，这里还提供了非常多的主题和颜色选项，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定义浏览器界面， DIY 成你最喜欢的风格。不过要注意的是，在默认情况下，如果不设置 CPU、内存和网络宽带的使用限制，同时开启多个标签页， Opera GX 会占用非常多的内存和 CPU 资源。另外，虽然 Opera GX 支持大部分 Chrome 插件，但是很多插件还做不到完全兼容。还有，与大多数浏览器一样， Opera GX 也会收集一定的用户数据。虽然有 VPN 服务，但很多用户还是会担心数据隐私问题。不过也有人说，这些数据谷歌也一直在收集。众说纷纭，主要还是看个人对信息保护的敏感程度。所以如果你是一名游戏主播或游戏玩家，尤其是那些需要优化系统资源以确保游戏流畅运行的玩家，或者你喜欢这种极具个性的华丽风格， Opera GX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前面的浏览器或多或少都凸显了各自在浏览器周边服务上的优势。最后，我们再来说一款唯一真正以浏览器功能和搜索服务为核心的浏览器 Vivaldi。 它是由 Opera 前 CEO 乔恩·冯泰因创建的。他离开 Opera 后，便决定开发一款更灵活和可定制的浏览器，因此不像其他浏览器那样着重突出周边服务。Vivaldi 是真正关注网页搜索、浏览服务本身的浏览器。它支持标签堆叠，可以将多个相关的网站组在一起。比如我建立一个工作标签，里面放了我工作时需要用到的所有网站。然后我还可以再创建一个娱乐标签，把我喜欢的视频、音乐等网站全部收纳进去。
它就像抽屉一样，你需要用到哪个类别的内容，打开相应标签就能快速找到。每个网站还配备了不同的颜色。Vivaldi 还支持同时使用3个搜索引擎，可以为日常信息、无痕信息和图片信息分别设置最合适的搜索引擎。比如，谷歌可以为我在日常信息搜索中提供更全面的搜索结果，而 DuckDuckGo 在隐私保护方面更强，我把它设置到无痕信息搜索时启用，可以保护我的搜索历史和个人信息不被追踪。如果我希望搜索图片，并在这块领域表现最突出，这样通过针对不同类型的搜索，选择不同的引擎，可以获得品质更高的搜索结果。Vivaldi 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高度的自定义功能，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调整浏览器的地址栏是放在底部还是顶部，标签页是放在浏览器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你也可以自定义浏览器的主题等，每个细节都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进行调整，打造完全属于你的浏览器。Vivaldi 还内置了许多实用的功能，比如笔记工具、翻译工具、截图工具等，不用安装任何插件就能直接使用。虽然没有像 Tor 那样对隐私有着近乎偏执的保护，也没有像 Brave 那样专注于隐私保护，但 Vivaldi 同样重视用户隐私。它内置了广告拦截器和追踪保护功能，可以阻止大部分广告和跟踪器。和 Brave 一样， Vivaldi 也是基于 Chrome 内核，所以可以兼容大部分 Chrome 插件。你可以在 Vivaldi 上安装和使用你习惯的 Chrome 插件，扩展浏览器的功能。Vivaldi 的高度自定义功能虽然强大，但对于新手用户来说，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和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功能。由于内置了大量功能， Vivaldi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比其他浏览器占用更多的系统资源，影响性能。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喜欢根据个人需求自定义浏览器界面和功能的用户，或者你需要一款功能丰富、支持多任务处理的浏览器，那么 Vivaldi 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了7款热门浏览器之间的区别，帮助你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浏览器。每款浏览器都有它擅长使用的场景，我个人在日常使用中也会根据需要切换不同的浏览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